大家现在能不能看到我的眼睛？我现在右眼是闭上的，有看到我 wink 吗？看看这是啥？没错 ，Vision Pro， 我终于拿到了。这 Vision Pro 啊，要淘起来还真的是钱和心思都没少花。我这辈子都没有试过像这样求着别人坑我的。苹果，你做到了。估计小伙伴们这几天都看到铺天盖地的 Vision Pro， 各种各样的国内的啊、国外的视频，最多的4个字就是未来已来。但看看这是什么？ Vision Pro 呢，可以说是苹果对于完美虚拟现实设备的一个想象。在苹果的设想中，它能像科幻片一样做到和现实环境交互，甚至能做到无缝的在数字世界和现实世界中切换，能和手头的苹果设备联动。单独使用的时候呢，也能给你创造一个完美的虚拟世界，甚至不用戴耳机也能有完美的沉浸音效。没错，苹果对它的期望就是这么高。 这么一坨不大的设备，足足624克，比3台 iPhone 15 Pro 还要重。这里面装的那全都是苹果的脑洞和果式傲慢。来，仔细看一下它的细节。众所周知，苹果有2个最爱，一个是铝合金，一个是快拆。不知道怎么想的呀？这种头戴设备用铝合金，不是折磨自己吗？之前 AirPods Max 的亏还没吃够是吧？快拆也是遍布全身啊，绑带、眼罩、充电线。 但是这个设计也有个问题，如果你握持的方式不对，比如说你递给朋友的时候，哎，他要是直接抓到了这里，一松手就……然后外面这个看起来是玻璃的面罩，下面其实有个排列很神奇的 LED 屏幕，它上面有那种类似小时候3D 卡片的棱镜，它会把你的眼睛有立体感的投在上面，搞得有点像是隔着 Vision Pro 和它对望的感觉。 赛博眼罩，我懂。里面的屏幕那就更夸张了，分辨率据说是3648×3144 ，PPI 3387，而且2只眼睛都是这个参数，比现在手头的7人机还要高差不多10倍的密度，比最新的Quest 3也要高差不多3倍，就非常的离谱。那我们开机试试看。前面的那些激活我就不给大家放了。总之呢，要说简单嘛，它也没有多简单，但是它不用翻墙，跟其他 VR 比起来，其实还是简单很多的。现在就是不知道外面看我优不优雅。 它呢必须要外挂这个吊瓶才可以用。苹果为了确保你不能用别的吊瓶，它甚至啊还专门用了一个新设计的接口，真有你的库克！哇哦，这个戴上去的感觉就特别的重，哎，它的重量非常的靠前，就一直压着我的脸颊肉。像别的 VR 的话，戴着甩头是没有特别大的问题的，但是这个稍微甩一甩头就感觉惯性特别的大，头都要给甩飞了。透传的画面效果还是很好的，比市面上所有的 VR 都要清晰很多，但是呢，它还是有很明显的数码感，而且我在这里面没有看到任何时空扭曲的感觉啊。之前用快3的时候，手这样子过去就会引起一阵的空间扭曲。但这个画面呢，始终是有一点拉丝和模糊的，幻影分身。哎，整体画面是有一点偏暗的，还会有一点畸变。视野范围也是我本世代的所有 VR 里面见过最差的，它这里就有一圈黑边，这效果还不如我在电影院里面看电影的沉浸感强。 这一次苹果的重点是混合现实，我先开几个应用来看看啊。远景照片，这个太离谱了，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。现在还可以把这个应用拼在空中，然后还可以拿近、拿远，跟它重合的话，它还会淡化。这个毛玻璃的效果是真的跟现实有交互的。你看我这后面是一个窗户后，看我把这个放上去，哦。 而且我发现这个窗口放在一些表面上面啊，看它这里就有一圈阴影。我现在呢是在现实世界中开了一排的窗口，但如果我想要沉浸的话，我就可以转一下这个表冠，然后它就会进入一个虚拟空间。哎，现在的话我就是在野外办公啊，还可以去月球。哇，那是月亮吗？ 它是一个窗口，但是呢，它是一个3D 的窗口。拿 ISO 传起来看看，哇，它这个细节真的超级细。你看它这个炮，哇，还有它这个桅杆，哇，这么细的部分，它可以看得很清楚。它这个手势跟快3的那个手势还是有点不一样的。这个主要还是靠眼睛去选择，然后用手去捏。快3那个呢，就是可以手掌这样子捏，并且还可以用手掌去交互。这个就不行。这个游戏应该很多小伙伴小时候玩过吧？哦，只要我捏得够频繁，我就可以飞成一条直线，哎，微操，
这几天体验的这些游戏就没有那种非常传统意义上的那种 VR 游戏啊，主要还是一些小3D 游戏或者是一些2D 转3D 的游戏，可能也是因为它们的使用方式有区别吧。我突然想到，岂不是还可以打音游？这次还可以扫描一个3D 的人头啊！我扫一个来试试看。OK， 看看它能扫出个什么东西来。哦，你谁呀？这什么东西？他把我脸上这个压痕也给扫进去了，就是这个下半张脸啊，就感觉他跟我好像不是很熟的样子。哇，然后我的这个刘海就已经是半永久的了，怪不得苹果发布会的那群人那个发型啊这么别致呢。而且最好玩的是什么？他把我脸上这个压痕也给扫进去了，他直接给我做的一个半永久腮红，你看到没有？我 wink 一下，嘿嘿，表情识别还蛮准哦。我知道像什么了，霍格沃兹里面墙上那种会动的画就长得很像。咱们为什么说 Vision Pro 是苹果想象中完美的 VR 设备啊？它戴上去之后，如果你不开软件，它的界面和没戴上去其实没有什么区别，什么都没有，甚至所有 VR 都有的边界设置它都没有。如果夸张点说，就是其他 VR 是为了房间这种小空间优化的，而 Vision Pro 会建议你一直带着它，走到外面，走到街上都不是问题，甚至它还给了你一对眼睛去瞪人。既然都出去了，苹果觉得手柄也是一个妥协，它根本就没有手柄。如果大家看过我之前 VR 的视频，可以看到，虽然他们也能识别到手啊，但是他们相当于是用手替代的手柄，你还是要用手去控制这个光标，去瞄准按钮，然后再捏一下。能用是能用，但是你总会觉得这个精度不高，手还要一直控制力度，也不是特别舒服。但是 Vision Pro 真的是典型的果式产品，直接推翻了手柄的这个操作。小伙伴们应该都用过触控板吧？对，没错，和那个的感觉就有点像。我这样子给大家比喻一下，我的眼球相当于是我们的鼠标，我现在在看 Apple TV， 然后它就会浮起来；再看备忘录，它也会浮起来。我的手呢，就相当于是触控板的点击键。比如说我现在要打开 Music， 然后我就看着它，然后再捏一下，它就点开了。然后进去以后也是一样，捏住，滑动，这就很像触控板的双指滑动操作了。再比如说，我想要调整这个显示窗口的大小或者是位置的话，那我就看住这里，这样一捏，这样子就可以拿近拿远。如果我想要放大这个窗口的话，也是一样的，看住它的左下角或者是右下角，然后再这样一捏，它就可以放大和缩小了。图片也是一样的，如果我想把它放大缩小的话，我就2只手一捏，这样就可以放大了。不过它这个眼动追踪啊，真的很神奇，它不完全是那种很自然的指哪打哪的那种感觉，我就得瞪它，就感觉像是在操作自己的眼球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种感觉。它毕竟是一台苹果的设备嘛，所以说它的这个生态真的非常的可怕。它除了可以运行一些原生的应用，它甚至还可以直接运行所有 iPhone 和 iPad 的应用。来，我先开个斗地主看看啊，看咱们正版是不是也要扫码的。哟，正版的也要扫码是吧？这一次我就已经很熟练了哦。在这儿，哇，熟练。它这种兼容搞得就很好玩，相当于你直接拥有现成的超级巨大的 App 库，而且在 VR 里面的 App 看起来是真的非常不一样。比如说椭圆机，你可以这么挂一块屏幕在这里；再比如开车的时候，我直接放块屏幕在这里。Vision Pro 居然还专门优化了这些场景，我之前用别的 AR 眼镜的时候，一转弯就溜了。而且这东西居然还有记忆能力，我当时出去绕了一圈，甚至坐电梯下楼了之后再回来，刚才丢的窗口都还在。所以我甚至可以给整个工作室放上不同的屏幕，一块100寸的电视也要大几千，我这回本了呀！只是坐电梯的时候出了点意外。如果你的 MacBook 和你登录的是同一个账号，它还会直接在 MacBook 上面显示一个小浮窗，戳一下，整个窗口就会飞出来，变成一个超级巨大的画面。这时候你甚至还可以同时开 iPad 的应用，不同系统的界面附在同一个界面下，非常多线程。但如果你没有关掉窗口的习惯，这些立体的、互相遮挡的窗口会像个垃圾桶一样，让你有的好找。
所以怎么评价 Vision Pro 这个东西呢？说雷声大是真的大，但是我觉得苹果也确实兑现了他们的想法，这和其他所有的 VR 眼镜都完全不一样。如果抛开人类的科技水平限制 ，Vision Pro 的无边界限制，最符合直觉的 AR 交互，次世代的操作方式，都展示了苹果想让你把 Vision Pro 带出门的决心。但我觉得这是苹果的一次豪赌 ，Vision Pro 只是一个面向开发者的设备，极强的硬件、超高自由度的系统框架，苹果已经打好了。苹果超强的开发者群体已经可以发挥他们的想象力了。但是接下来就是最豪赌的部分了。Vision Pro 相当于预发布了软件和系统，但是这个 Vision Pro 就像大家看到的那样，价格贵，重量难以接受，甚至还外挂电源，续航仅仅只有2个小时。这样子的硬件还远远没有准备好让大家带出门。但几年之后，如果苹果豪赌成功，那苹果就会一跃成为第一个做出最接近完美 VR 的厂商，成为新时代的苹果。如果豪赌失败，消费级 VR 最后被科技锁死，或许若干年之后大家也会惋惜，唉，可惜生在了错误的时代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这期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，记得给我点个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么我是切蒂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